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谈古论今话中医》。咳嗽是常见病、多发病，貌似小病却引人烦恼，因为常常一咳嗽呢，就持续很长的时间，久治难愈。那么传统中医对治疗咳嗽有什么妙方呢？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嘉禾中医诊所的院长罗明宇中医师来到现场，跟我们聊聊这个议题。罗中医师您好。主持人、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天气渐渐转凉了，就常常听到旁边附近的人都常哎呀咳嗽，那为什么在整个我们天气的转变之间，咳嗽就会突然间越来越多？而且到底中医来看，咳跟嗽又分别代表什么呢？没有错的，最近我们这个温差变化很大，而且我们都市里面过敏源很多，空气中一些这个废弃物啊也蛮多，一些粉尘啊也蛮多的。的确很容易咳嗽，尤其对老人家或者说小朋友，他的支气管比较不好的时候，特别容易咳嗽，而且加上最近很多过敏性鼻炎的发作，所以在秋冬天特别容易咳嗽。是。那事实上，咳嗽以这个传统医学来说，它是要区分的哦。是。对，我们首先来介绍什么是咳嗽，好吗？好。对，中医的咳呢，它就是有声没有痰。一般我们会说干咳，对不对？有声没有痰，咳是讲声音这一块。嗽呢是讲痰这一块，有痰没有声音，所以咳是讲声音，嗽是讲有痰，所以我们很少我们会听过说干咳，就是只有声音，没有说干嗽的，对，所以都是不一样的哈。是。所以一般我们跟医生说我咳嗽了，基本上它的定义就是有痰又有声音。所以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可以自己先自己辨别一下，我们到底是有没有痰。如果没有痰，我们绝对不能说我有嗽，对不对？我说我干咳了。那么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，咳嗽它会分为，因为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嘛，它会分为不同类型吗？在中医上来看。是的，讲这个咳嗽类型，我们应该把中医的咳嗽定位成2大类。我们是看下一章好吗？好。中医所有的疾病包含咳嗽在内大概都分2类。第一个就是外感，第二个叫内伤。就是内伤的部分，外感跟内伤，它有分2类。所有疾病就是分心病跟久病。我们一开始感冒咳嗽是不是叫做心病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叫做外感病，就是你吹到了风啦，受到了寒啦，甚至中暑啦，叫做外感。那内伤就是说时间拖久了，刚才主持人一开始说咳很久了，慢慢不会好了，中医叫入里了，叫内伤。是内伤。大家想到内伤就是撞到打到，其他的包含就是你的这个病邪细菌啊，就入里了啊，你抵抗力又不太好，所以造成你的那个免疫力比较弱。所以这个一些支气管已经慢慢的比较松弛了，扩张了，所以咳嗽也是一样，分成外感跟内伤。那既然是咳嗽的话，一般的病位就在肺。是。那现代医学叫支气管或气支气管。就是我们常看西医会有什么上呼吸道感染啦、支气管炎这种。对，支气管炎啊、慢性咽喉炎啊，甚至这个肺气肿啦，它都是肺。现代医学来说，治这个咳嗽一般都慢慢的效果都越来越不好，给它止咳化痰药啦、支气管扩张剂，一般都到后期就是有些瓶颈。很多一部分它是没办法根治的，因为它就是没有从一个整体的概念。在古人认为5脏6腑皆令人咳，皆聚于胃，关于肺。那这个含义大家很陌生了哈。对，因为跟胃又跟肺我们可以理解，可是它又跟胃有关。是的，好，我把它口语化告诉各位哈。5脏6腑都令人咳，它绝对不是只有支气管、肺部。那很多疾病上都是其他5脏6腑。我们来说一下，现代医学发现了，我们咳嗽有可能是从过敏性鼻炎来的。是。那这可能也是跟我们的上呼吸道有关。我讲一个这几年最流行的叫做胃食道逆流。对，胃酸逆流。所以现代的耳鼻喉科的医师也会问患者你一直咳嗽，他会问你有没有胃酸逆流。对，这尤其晚上平躺的时候特别容易咳嗽，这也是有关系的。那皆聚于胃什么意思？你看很多像小朋友，他过敏性鼻炎一直不会好，夜间咳嗽，下半夜特别会咳，是早那个凌晨，对，3点到5点钟叫手太阴肺经，为什么会咳？
结果发现它就是跟肠胃消化系统很有关系。所以肠胃不好的人比较容易引起咳嗽嘛，可以这样说吗？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中医叫做脾胃为生痰之源，肺为除痰之器。其实中医的咳嗽，它很多时候，尤其是小朋友抵抗力不好，特别要从肠胃去调理。是，对，尤其老人家也是哦。这个肠胃消化吸收好，你的营养就能够到达你的心肺，尤其是肺，自然的抵抗力就比较好。所以其实肺它其实只是除痰之器，它并不是生痰。其实我们要去治的是脾吗？对，脾就是肠胃消化系统。所以我们发现现在我们很多家长会给小朋友吃什么优酪乳啦、益生菌，对，为什么是去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或是这个小朋友的慢性咳嗽？其实都从肠胃去调理，就是把它的根找到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咳嗽给治好。对，那古人多厉害，难怪台湾有句俗话，他就说投资一塞给俩老，疑心给他抵扫，因为。我们一般人感觉就觉得说，咳嗽真的很难治好，原来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根源。对啦，这是你看到的咳嗽，它只是一个现象。你看很多老人家，尤其最后的一些心脏病引起的这个咳嗽，西叫做肺心症。他感觉是咳嗽或支气管很多痰啊，事实上是跟心脏有关的。那在中医来说就是肾。又牵扯到肾，又不同的，包含气喘，它也是跟肾。中医叫肾不纳气，它气没办法往下，走几步就喘出来。对，所以那时候你光给他止咳化痰扩张剂，不会根治的。难怪我们中医是这么博大精深，就是研究整个人体的五脏六腑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症状出来。对，因为肺为焦脏，就是说中医的这呼吸道疾病一定要考虑3个脏器，一定要大家知道这张表总结就3个脏器，第一个肺。咳嗽一定是跟肺有关嘛，所以会给他一些止咳化痰的啦这是标，对不对？那本是什么？脾，还有脾就是消化系统，对不对？还有个肾，刚才提到了，就是你体力、你的抵抗力。你抵抗力好了之后，天气冷一点，你也不会吹到风寒啊。所以呼吸道的疾病，包含咳嗽，就考虑到肺、脾、肾3脏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管是外感还是内伤，这样听起来呢，其实我们如果普通人得了咳嗽这样子的症状，有这样的症状的话，我们可以试试看，我们把我们的脾胃调整好，然后可能把我们的肾气补足了之后，说不定咳嗽就自然而然的痊愈了。对啊，主持人讲这很重要啊。什么叫脾胃调理好？就是说你3餐饮食要均衡嘛，然后一些太甜太油的不要吃啊。中医叫痰湿之品，对不对？是。就是说除了会变胖之外，事实上对你的这个气管啊、支气管、肺部都不好。那什么叫做肾呢？就是你的抵抗力啊，秋冬天要赶快运动啊，流汗，你自然这些病毒细菌啊，中医叫做六淫，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就不会侵犯你啦，因为你的元气是精气神是充足的，所以这些主要肺脾肾3脏的调理，自然不管是心伤的咳嗽就是外感咳嗽，还是内伤的上都可以得到一种缓解改善。是，那么我们请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呢要来谈谈要怎么样来保健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身强体壮，不会再咳嗽。在上一段节目当中，我们知道传统中医把咳嗽分为外感跟内伤2个类型。那么这一段当中呢，我们要继续请教罗医师。那么我们中医要怎么样治疗咳嗽这2种不同类型呢？好的，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外感跟内伤是，那大家可能比较陌生。那我们讲说心咳跟久咳就比较好分啊，对吧？就是新的就是可能外感型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久咳的就比较属于内伤的，就是说身体比较虚的，就是比较慢性的，就属于牵延时间比较久的。那首先来介绍一种就是说心咳的部分，我们来做一个说明一般的心咳来说一般它有分热性的咳嗽。一般我们有时候咳嗽、感冒初期的时候，会发现咳的痰是黄的，对吧？对。鼻涕是黄的，对。他说喉咙痛，嘴巴、嘴唇。嘴唇对，然后舌头都怎样偏红，这属于热性的咳嗽，大家总印象很深刻。有时候
严重之后还伴随着发烧、头痛，对不对？这就属于热性的咳嗽。那这时候我们现在医学西医就叫你们多喝水分，对不对？多喝水，多补充水分，甚至一点稀释过的运动饮料，是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比较属于保守性的这个支持疗法。就是说比较有喝水当然是比较好啦。那我们中医的话，就是开一些比较属于清热泻肺热的中药，给他润肺泻肺止咳的。那我今天带了一些这些中药材，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杏仁，是，对，杏仁可以泻肺止咳化痰。不过这杏仁一般我们传统中医的部分是用苦杏。苦杏是不能自己去抓药方就自己吃咯，因为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是有抑制的作用。它的确可以止咳，对，这是属于医师的用药，中药也是药哦。那这个浙贝它也是可以化痰泻热的，临床中医师会把它当做化痰药。浙贝，大家想到有听过猪背嘛，对吧？对。那这个浙江的浙贝呢，它也是个化痰药，而且它是比较强的化痰药。那既然要清肺热，那以现代医学的口语就是说，把我们的呼吸道一些发炎反应抑制，那要加2味药。临床中医师上呼吸道感染最常用的第一个是连翘，有连就是连连看的连，翘就跷跷板的翘，连翘，对，然后金银花它是一个很好的上呼吸道的清热解毒药。属于发炎性，它是广泛性的抗生素，可以把它想的是上呼吸道的黄连。就是这样简单，是，对，所以这样讲就很清楚了。对，所以银花连翘它是一组药对，专门对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，甚至皮肤病都很有效。为什么它可以治皮肤病？对啊，古人好厉害哦，古人说肺主皮毛，是，对，所以现代医学很多像小孩子异位性皮肤炎啊、荨麻疹、湿疹，为什么会开银花连翘？就是给它清热解毒、宣肺热，对，肺气要宣发，不可以就闷在那里。是，我讲我们人类像狗狗一样都长很多毛的时候，你的皮肤的这些属于气血代谢就比较差了，自然这个皮肤病的机会多。所以古人在治肺病或是皮肤病，他很多方式他是一起考虑的。厉害吧？所以这是属于热性咳嗽，清肺热止咳的。那如果我们一般是那种白白的痰，就是轻轻的痰，那是属于寒的吗？对啦，这个主持人介绍这个就是寒性咳嗽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寒性咳嗽。我先带第二道叫这个方向哈。寒性咳嗽一般它什么症状呢？刚好跟刚才那个热性是颠倒的，基本上它的分泌物都比较偏白或者是清晰水状。这是寒性咳嗽，所以可不可以有喉咙痛？不可以。可能不会。对，那可不可以舌头跟嘴唇是发红的？会不会发白？反而发白？反而会发白，对，就是它的发炎症状并不是那么的明显，尤其它属于比较后期的。你看很多现代咳嗽，它一直吃啊，就是说为什么医生给他低烧，他是吃到后面，他就是一直分泌物很多，是，对，他也没办法止咳化痰的，所以就很多分泌物，它一般就属于寒性咳嗽，就是用这个干姜，姜是热性的，对，温热，这个颜色是桂枝。大家知道是肉桂嘛，喝咖啡要加点肉桂粉，肉桂粉是。那它这种辛香料肯定也是热性的，是。对，那这个五味子它可以润肺肾，就是说可以对你的一直久咳的也有帮助。所以刚才主持人问到说寒性咳嗽，第一个判断原则就是说它的分泌物是属于清晰的，透明的，对，所以不可以有喉咙痛，不可以有舌头跟嘴唇的发红充血。那如果是这样来听起来，是不是这种寒的咳嗽会比热的咳嗽持续更久呢？对，一般的确找这个西医很多吃抗生素啊，止咳化痰的药，一般它没有效的时候，拖了几天，大概2周上下以后，基本上都是寒性咳嗽多了，包含过敏性鼻炎、慢性咳嗽、慢性支气管炎，只要拖久的，大概都是寒性。的确，他有时候他早上起来还是有一口黄痰，可是那是因为我们一个晚上他咳痰是黄的，他白天整体而言还是属于寒性咳嗽居多，所以他还是以这个为主。那么如果以中医跟西医来比较的话，它治疗有什么样不一样吗？好的，这个也是主持人问到的重点，说是不是咳嗽都看中医啊？我觉得也不是说那么的，我们中医也不会那么的武断。假如说你过去的你觉得你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了，你希望当下吃1包的这个西药，你就可以压住。那你可以选择是吃这些西医的抗生素啊，这些消炎药。那假如你觉得说其实也还好，你想只是说赶快恢复，那你可以选择中药，因为中药它的药性温和，
事实上这样吃1、2天下来，你那个咳嗽也可以快速的缓解，尤其是热性咳嗽，不会比较慢哦。事实上恢复的更快。以我的临床经验，假如说除非当下你已经咳到，你当下没有治疗，你咳到已经这个有点那个头昏脑胀啊，一直疲倦，那我觉得你去吃一点消炎止咳药，我想临床中医师也会认同的。那第3个我来介绍一下，叫燥咳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秋天了嘛，秋冬天天气比较干燥，相对水分比较不足，其实燥咳是蛮重要的哦。有没有主持人听过川贝枇杷膏？有哎。对啊，这个是说秋天很干燥，它咳，它也不是发炎，也不是很冷的那种寒咳，它就是燥。燥什么意思？就是痰卡住了。哦，咳不出来。对，一咳了不起一点点，一些，就是一咳他就觉得舒服一点点，不到半小时又咳了，我们叫燥咳。那想到用川贝枇杷膏对吧？那个川贝就是猪背。这一颗一颗，对，猪背。我们看这叫浙贝，这叫猪背，猪背。那枇杷什么？就是枇杷叶。它是用叶子。对我们吃的是枇杷的果实，这是叶，它也是泻肺下气，跟杏仁的作用类似。那既然是燥，就要给它滋润。中药材什么是滋润？麦门冬、沙参。这是滋润的。那燥咳咳久会不会很虚？会。我们用点西洋参，白色的去补气。对，补气生津止渴。对，所以这是个燥咳的药。那咳久了之后，燥咳咳久了，尤其是老人家、小朋友，他的免疫力变差了，我们是要给他一些补气补血的中药，来增加他的支气管的抵抗力。所以我们可以来推荐，这个人参啊、黄芪啊、枸杞子，甚至可以加一些红枣。这个对它补气补血，靠内在去增加它抵抗力，自然就不会有热咳、寒咳、燥咳的状况。所以大致可以分为这4类来治疗心病咳嗽跟内伤咳嗽的差别。是，那我们也谢谢罗中医师这一节跟我们的分享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。刚刚我们了解到，我们咳嗽有分为热咳、寒咳跟燥咳。那平常我们在怎么样去保养？在食物上啊，我们要选择吃哪些食物是对于，譬如说燥咳、寒咳或热咳啊，怎么样是比较好的？然后哪些食物是不适合的？是的，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这些常用的中药材，不过在此提醒，也不是说自己可以去抓尽量请问咨询一些专业的医师、中医师来调理。好，那我们在食物上面实际上都很多很有帮助的，那这就是大家民众可以去选用的。首先我们来提到一是热咳，热咳就是说它的痰是比较黄稠的，容易喉咙干啊、喉咙痛，甚至这个鼻涕也是黄的。刚才提到用望诊的话，就舌头跟嘴唇是偏红的、偏干的。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适合来吃一些清热化痰之品。那常推荐就是萝卜啦、莲藕啊、豆腐、薏仁、绿豆、水梨、柿子啦，像罗汉果、胖大海、枇杷叶这个橄榄、冬瓜、黄瓜、芹菜、笋、豆芽、菊花，这一类的中医就说做清热生津、止咳化痰，它叫热咳。对，那以现在比较口语化，就是传统的运动饮料。这有2个食物比较好奇，是生萝卜是指要吃生的吗？像那种萝卜泥那种就是生的吗？对，萝卜我们中医要说生则寒，熟则温。所以生萝卜切丝啊，这个是一般它比较寒性，可以清热化痰，熟则温。假如你吃东西胀在那里，吃完东西容易肚子胀气的，容易这个胃酸逆流的，用一点萝卜给它煮汤，那蛮不错的。那的确很多患者会说萝卜会太凉，对，你给它煮过，它就古人就把它熟则温。再不放心，加一些姜葱片。少量的，然后把那个温气做调和一下。是。那莲藕这是藕吗？莲藕的意思吗？对，莲藕是要吃生的。这生藕跟那个萝卜一样，就是莲藕它也是性凉的，它可以对我们的一些肠胃道的毒素啦、呼吸道的黏膜的毒素可以做一些代谢，把它排掉，自然发炎中就得到一种缓解。莲藕是蛮好的莲藕一生都是宝它呼吸道、肠胃道甚至五官的发炎反应，它都很有帮助。从它的莲子联合到荷叶，就包糯米。对，它是属于这个生津止渴的，这个是蛮好的。
那如果对这样的热咳有什么禁忌吗？食物上？当然哦，就既然热性咳嗽，我们就要注意一些比较燥热的啦、上火的要少吃酒油炸的嘛，对吧？烧烤的、熏烤的，对吧？还有辛热，尤其是荔枝、龙眼啊、火龙果哦，这是我们国人很喜欢吃的。火龙果也是属于火龙嘛，就是热性的食材。辣椒啦，一般都是比较会有痰，所以你吃错就会觉得。这个我们国人要缩起来的意思就是你会觉得热咳，你吃热性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很紧，就变有点燥咳的味道，就咳不太出来，就感觉好像很难呼吸，卡在喉咙。对，就卡住的感觉哈。尤其不要吃甜食，说甜会生痰。就是说，所以咳嗽这种热咳的话，特别注意不能吃甜的。对，它就热性的这柿子啦、香瓜、甘蔗，你就可以直接这个榨汁来喝或者是给它煮一煮。这个蔬果类都可以煮。那么如果是寒咳的话，是这一盘哦，看起来这个好像都是把那个我们的气把它往上升的感觉。对，寒咳来说第一个就是它的分泌物要比较清晰的、比较透明的，它喉咙可能痒痒的一般来选择比较属于温的药剂，我们中医叫做辛温散寒、宣肺化痰。那就大家想到就是辛香料、姜、葱、蒜这一些，它是用熟萝卜。对，这里就用熟的。你煮开之后，寒性都少了一大半了。是。甚至用杏仁啊、陈皮，这是理气化痰的。那大蒜，我今天带了姜、葱、大蒜。那这什么时候用？这种寒咳在用，分泌物白的。所以有的患者说，我什么时候这个什么咳嗽啊，怎么吃这个姜跟红糖是有效，有时候没效。就说你只要是寒咳才有效，是你只要热咳的就吃错了。刚好相反。火上浇油啊。是就是吃的原本就是发炎的、热咳的，结果你吃这些辛香料，就火上浇油了，一样的意思最后是不是在教观众朋友，我们要怎么样从穴道的按摩来做自我的保健呢？好的，那提到这个古人的智慧，除了这个饮食药膳，而且一些中药材材的养生保健，其实最不用花钱的就是自己帮自己按摩，对，又可以自己按摩出力的时候，可以锻炼你的心肺功能，比较能够御寒，能够免疫力的调整。那有3个穴道。对这个不管是一年四季的，尤其现在秋冬天温差变化、过敏源的这个侵袭，我们需要按摩很重要的。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手上叫鱼际穴，这个大鱼际叫鱼际，有没有像鱼的肚子？是鱼际，吃鱼的鱼边际的际叫鱼际穴。这常按压它能够润肺滋燥就可以把你的肺的里面一些火气。发炎，把它做一些代谢调整，常按，所以有空常按这个大拇指的鱼际穴，对我们的那个呼吸道啊，甚至肠胃道蛮有保健的作用。第2个就是按这个太渊穴，太渊，再往下一点，对，中医叫做脉会太渊，在我们大拇指再下来一点，就在我们的这个骨头凸起来，拇指凸起来骨头下缘这边，就是我们把脉的地方。我们给中医师把脉的地方，就这个快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个太渊穴。你看那个，大家可以摸按，主持人可以摸按看有没有脉跳动很厉害。有。就给自己给自己把脉所以就鱼际跟太渊有个常做按压，尤其是发炎型的效果很好。那最后一个穴道有一个穴叫定传穴，就是在我们的第7颈椎的2侧。旁5分，对，这老人家啦、小朋友的支气管比较弱，甚至容易哮喘、气喘的时候，这个穴道可以常按压。那大家说有那么准吗？很容易抓得到。各位头低下来的时候，包含主持人可以试试看，头低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凸起来一块骨头？有。因为有时候我会请患者，气管不好的患者，你就回去用那个吹风机。这边吹热风，对，吹个5到10分钟，甚至更久一点，只要不要烫伤皮肤就好了。是。就吹这一个区域，你的呼吸道就得到缓解，就比较不会夜咳、过敏咳。刚刚罗中医师有讲说。我们按了这几个穴道，有分男左女右，要先按哪边吗？两侧一起做，因为这2侧一起做，这个相对而言，你的这个会神经反射到你整个呼吸道会更明确一点。所以既然主持人问，就是2侧一起做。但也没有先后，对，你看定传穴我没有贴一边，我2边一起贴。是。对，常做按压是很好的。那我们今天也谢谢罗中医师来到现场，跟我们讲说这么难治的咳嗽要怎么治疗，还有我们的保健方法。我们今天谢谢罗中医师，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